就在 Xbox 把一大堆自家游戏搬上 PS5， 让大家以为主机战争已经结束了的时候，微软却在最新一次的 Xbox 发布会上宣布，战争机器事变日和发条革命将会变成 Xbox 的主机独占游戏，且以后也不会有 PS5 的游戏版本。这个消息一出啊，欧美那边的 Xbox 老粉全部都炸了，社交网络上到处都是 Xbox 再次辉煌的欢呼声。可是就在过去的2年里， Xbox 的年度销量跌了一半还多， PS5 的主机市场份额已经是 Xbox 的将近3倍了。这么一个正在失去存在感的平台，突然在发布会上打出回归独占的旗帜，我的第一反应告诉我，这件事情并不简单。而如果你想搞清楚这张牌背后的真实意图，你得先认识一个人，一个从来没有碰过游戏，却把硅谷的那套品牌营销在 Xbox 的身上玩得炉火纯青的女人。她名叫阿莎莎玛，今年2月份的时候刚刚接替 Phil Spencer 成为 Xbox 的新任 CEO。 在我看来啊， Xbox 这次所谓的回归独占，很有可能只是他上任以来最漂亮的一次营销操作。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我想聊聊 Xbox 这次回归独占的真实目的，以及这位印度裔的女 CEO 到底会把 Xbox 带向何方。大家好，欢迎来到九频道，我是老九。其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玩家来说，一台主机有没有独占游戏并不是直接的决定性购买因素。很多人在选购主机时，更多的还是要看这台机器在玩家中的口碑。等真正把机器买回家后，玩的最多的往往还是那些第三方游戏。这一点其实从我上一期聊索尼独占的视频里，独占游戏只占 10% 的销售数据就能看出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独占游戏不重要，恰恰相反，口碑本身就是由核心玩家围绕着这些独占内容不断放大发酵出来的。而且普通玩家往往对独占内容有一种我可以不玩但不能没有的心态。说白了，一个平台的口碑要么像巅峰时期的 PlayStation 和任天堂一样，来自足够有分量的独占内容，要么像 Steam 一样，建立在足够出色的服务体验之上。也正因为如此，当一个品牌在这2条路上长期一蹶不振的时候，他就不得不主动去制造一个让玩家选择它的理由了。这一次战争机器回归独占的时间点其实就非常的微妙，正好卡在 GTA 6发售之前，感觉微软这是在给这个世代还没有购入主机但想玩 GTA 6的新玩家一个选择 Xbox 而不是 PS5 的理由。而且在我看来啊，这款战争机器事变日所谓的独占，很有可能只是现实独占。这游戏在宣布发售日之前就已经通过了欧洲游戏分级机构 PEGI 的 PS5 官方评级，没有完整的 PS5 版内容 PEGI 是无法评级的。而 PS5 版的游戏还出现在了沃尔玛预购的页面，硬是在发布会的前一天晚上被临时叫停。虽然说他们的高级副总裁在舆论发酵之后出面澄清，声称独占的决定早在1个多月之前就已经做出，只是底层的宣发物料未能及时同步。但是这个解释很难让人信服。不仅因为发布会刚结束之后，紧接着的官方 podcast 里还印着 PS5 的图标，业内顶级的内幕记者杰夫格鲁布更是直接爆料称，一个完整的随时可以拿去压盘的 PS5 版本的战争机器事变日，现在就安静的躺在微软大楼的某块硬盘里。我个人认为啊，这款游戏一旦独占的反响不佳，它是绝对会在1到2年之后登上 PS5 的。别说不可能，当年的星空也说自己是 Xbox 的主机独占，最后还不是上了 PS5 了吗？但上面的这些猜测都还只停留在微软会不会偷偷反悔的战术层面。如果我们把视角再往上抬一层，你就会发现 Xbox 所谓的回归独占，其实更像是一场品牌层面的急救。过去几年 Xbox 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游戏不够多，而是定位不够清晰。一边强调订阅服务、云游戏和跨平台的生态，一边又不断的削弱主机的边界。这种策略在财务上可以自洽，但在市场的认知里是极其混乱的。玩家现在很难说清楚 Xbox 到底是一个主机品牌，还是一个内容平台，甚至只是 Game Pass 的一个入口。而这个时候出现的独占游戏在这里的作用，反而更像是一种纠偏的工具。它的存在是为了重新制造一种边界感，重新塑造 Xbox 这个品牌，让市场重新意识到 Xbox 仍然是一台游戏机，而不是一个完全去硬件化的内容分发方。换句话说，微软正在借助独占的噱头去修复一种正在消散的身份认知。而且你仔细想想啊，独占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其实早就已经变了。现在围绕独占的讨论重心已经不再是游戏本身，而在游戏之外了。平台之间的战队、玩家社区的互相攻击、社交媒体上没完没了的舆论发酵，这些东西才是独占真正在制造的东西。它更像是一根火柴，在点燃之后，话题、争论、情绪全部都会自己烧起来。
玩家不一定真的会因为一款独占游戏去买一台新的主机，但他们一定会因为独占游戏这件事情的本身去讨论它，去传播它，放大它的存在感。你现在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很多视频，包括我这期，其实都是这根火柴点出来的东西。战争机器锁定独占这件事本身制造出来的话题价值，可能比游戏最终卖出去多少份要来得更为重要。它让市场重新回到了那种熟悉的对立语境里，也就是所谓的 Xbox 对 PS5， 或者说你的平台对我的平台。这种情绪对于一个正在失去存在感的 Xbox 品牌来说，本身就是一种资产。但这套玩法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极度依赖可信度。你可以用情绪去制造一次话题，但你没办法用情绪代替信任。一旦玩家开始意识到这个独占随时可能反转，整套逻辑就会从内部开始崩塌。就在这次发布会结束的同一天， Xbox 的首席内容官 Matt Booty 在接受采访时说，哪些游戏独占，哪些游戏跨平台依然会逐案决定，没有统一的标准。换句话说，这是他们刚刚宣布回归独占，官方自己当天就已经在给这个承诺打折扣了。玩家听到的不是一个坚定的宣言，而是一个附带了很多解释注脚的公告。而做出这一切决定的那位新任 CEO， 才是 Xbox 回归独占这件事情里最值得聊的那一个变量。作为一个完全没有游戏行业背景，从微软 AI 部门空降过来的高管，阿莎沙玛在今年2月份接替 Phil Spencer 担任 Xbox 的 CEO 时，可以说是迎着满天的质疑和嘲讽落地的。当时我还出了一期视频质疑了他的能力，但是这位印度大姐上任短短几个月，就用一套简单粗暴却极其精准的组合拳，完成了对核心玩家的定向攻关。她先是来了一刀狠的，直接把使命召唤从 XGPU 里面给拿掉了，然后顺理成章的把订阅价格从30刀砍到了23刀，后来更是叫停了主机和移动端 AI 助手的开发，把这个玩家普遍反感的 AI 强行介入游戏体验的功能给彻底下线了。他砍 AI 的这一刀啊，砍的是极其干脆，直接切中了很多玩家的痛点，包括连我在内的不少之前对他最不待见的玩家，这次也不得不服。不仅如此啊，他还把那个被全网群嘲的 This is an Xbox 的去硬件化宣发口号给彻底废了，重新把 Xbox 这台主机放回到了舞台的中央，不仅换了新 logo， 连万年不动的成就系统也给翻新了，全方位的向老玩家低头认错。而这次微软发布会的现场，他更是一边给现场粉丝狂送限定版的主机，一边掏出战争机器的独占大招，高调的宣布将重回硬核独占的传统，猛戳核心老玩家的痛点。看到这里啊，我相信有很多观众肯定会有和我一样的疑问，那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游戏行业背景，从微软 AI 部门空降过来的高管，为什么能把这一套拿捏玩家心理的组合拳玩得这么溜？如果你去翻一翻阿莎过去的履历，你会发现这个人虽然不懂游戏，但他其实一直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把一个没有存在感的品牌重新强行塞进用户的视野里。当年在 Meta 的时候，他主导的是私信的这个功能，私信功能在早期的社交软件里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属工具，但他硬是通过一套极具侵略性的营销策略，把 Instagram 和 Facebook 的私信变成了数十亿用户每天都离不开的独立生态。而他能做到这一点，靠的也不是产品的技术有多颠覆，而是用宣发和慢慢培养用户的习惯，让用户觉得这个东西就应该这么用。后来他去了西雅图的初创家居服务平台 Pouch， 当时 Pouch 还只是一个刚从地下室里走出来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结果这位大姐在不懂产品不搞研发的情况下，硬是直接亲手谈下了和全美家居零售巨头劳氏的全美线上线下战略合作，直接把自己的服务推到了全美1700多家劳氏的门店里。他让一个原本没人听过的初创平台，在一夜之间靠着顶级大牌的背书，出现在了全美消费者的面前，估值一下子就直接飙到了5亿美金。以上的这些案例都是非常典型的硅谷互联网打法，那就是我从来不从产品本身出发，我甚至可以不管产品好不好用，我最先出发的永远是如何让消费者记住你，以及如何用最快的速度制造品牌的存在感。所以当阿莎带着这套在之前的互联网公司锤炼的炉火纯青的品牌急救学空降到 Xbox 的时候，他看 Xbox 的视角和传统的游戏制作人是完全不同的。 Phil Spencer 眼里看到的是游戏阵容，是工作室管理，是长线生态，而在阿莎眼里，当时他刚接手的 Xbox 只有一个最致命的痛点，那就是他正在失去作为游戏主机的存在感。当硬件销量被索尼全面压制，当去硬件化的口号让玩家以为微软要
要放弃主机的时候， Xbox 在舆论场上已经快要变成一具干尸了。所以他上台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把他在硅谷玩了10几年的那套造势打法无缝的平移了过来。 AI 强行介入游戏导致玩家反感，OK， 直接停掉，然后反手就用去 AI 纯粹化制造一波听劝的新闻头条，一切皆是 Xbox 的口号把边界搞得模糊了。OK， 这个口号直接废掉，改 logo， 翻新成就系统，用视觉和情怀把硬核玩家先圈回来再说。玩家对微软的第一方游戏失去了信心，简单，把已经做好了的 PS5 版战争机器事变日强行锁在 Xbox 独占的位置上，卡在 GTA 6发售前的这个最敏感的时间点，人为的制造一波今天的话题对立。你不得不承认啊，以上的这些手法在品牌急救和舆论管理这一块，这位大姐确实是有2把刷子的。短短100天，她就用最互联网的手段把 Xbox 已经快要凉透了的舆论场给彻底炒热了。但营销归营销，营销的再漂亮，你救得了 Xbox 本身的游戏生态吗？上个视频我说游戏行业的竞争才让 Xbox 有了这一系列的改动，现在看来这句话并没有错，不过它却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游戏行业有一个永远绕不开的底层逻辑，那就是你的平台如果想要活下去，最终靠的不是漂亮的公关话术，而是好玩的游戏。这次 Xbox 发布会之后，我看到很多老粉确实因为独占的消息格外振奋，但是其实玩家社区里关于战争机器事变日和神鬼预言的争议已经吵翻了天了。玩家们敏锐地发现，这2款被寄予厚望的大作似乎依然没能逃过西方游戏界根深蒂固的 DEI 政治正确的审查。先说没有独占的神鬼预言啊，这款游戏从公布的初期开始，就因为女角色的角色设计陷入了刻意丑化女性的舆论风波。这一次的预告片里更是一个能看的女角色都没有，而强硬铁血甚至有时带点大男子主义的战争机器，在本作事变日中的女兵也明显一改之前的样貌，完完全全变成了女汉子的形状。这就是阿莎目前面临的现实，她用极具侵略性的品牌和营销手段，成功的把玩家的目光拉回了 Xbox， 重新建立了一点点脆弱的信任。可一旦这些 Xbox 的第一方大作在正式发售之后，又被证明是堆砌了大量 DEI 说教，或者游戏性根本就谈不上好玩的时候，他现在搭起来的这套精妙的营销舞台就会在瞬间迎来更彻底的雪崩。这就像是一家餐厅把菜单印得天花乱坠，门口礼仪小姐笑得再甜，承诺这道菜只有我们家有，但厨房里灶台是冷的，大厨还在路上，冰箱里只有几盘隔夜的剩菜。玩家也许会被话术感动一次，会被独占机器的阵容对立的情绪裹挟一次，但他们最终还是要坐下来吃饭的。说到底，阿莎莎玛可能真的不懂游戏，但他把硅谷的那套先炒热气氛再倒逼产品的互联网营销玩到了极致。然而可惜的是，这套打法在内容至上的游戏市场，如果你的游戏品质跟不上你的市场营销，那可能它根本就行不通。Later， 就在我准备给这期文案收尾的时候，新的消息出来了。阿莎发了一篇官方博客，名字很直接，叫做后面100天 Xbox 重置。这篇文章罕见的把一堆内部的数字直接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过去5年 Xbox 在内容平台和硬件上投入了超过200亿美元，但营收却不升反降。与此同时，阿莎还说 Xbox 还在面临一场硬件的组建危机。他在博客里明确提到，大众不会花几千美元去购买一台游戏主机， Xbox 需要为其硬件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合作伙伴，具体是什么他没说，但如果你看过我上一期关于 Steam Deck 涨价的视频，就应该知道我当时预测的方向是主机订阅制，也就是类似手机运营商那种按月付费拿机器的模式，或者更激进一点，直接上云游戏。现在看来，这2条路越来越像是他们正在认真考虑的选项。而就在这篇博文发出的同时， Xbox 新一轮大规模裁员的消息也跟着来了。一边是发布会上独占宣言的振奋人心，一边是公开承认200亿投资失败、硬件危机、裁员重组。把这2件事情同时放在一起看，才是这次 Xbox 回归独占的完整真相。所以现在回头再去看阿莎上任的这100天，你会发现他确实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让 Xbox 重新被看见了。但被看见之后呢，财务上的窟窿还摆在那儿，主机硬件的压力也还没降。
第一方工作室更是即将经历新一轮的裁员动荡，真正能让玩家记住的作品也还不知道在哪里。Xbox 回归独占的营销可以制造一次热度，但热度散了之后，该面对的还是得自己面对。他在博客里说，我们不能靠隐瞒真相来取得成功。能说出这句话，至少说明在那些眼花缭乱的营销操作背后，他对 Xbox 的真实处境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认清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后我还是真心希望 Xbox 能够翻身，因为当微软再次伟大，当它的实力能再一次和 PlayStation 平起平坐的时候，这对消费者来说总归是一件好事。Anyways， 欢迎收看这个频道，感谢大家陪伴。如果你对 Xbox 回归独占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不要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